绿老宇宙的那些人，他们想要的就是这个东西。台湾的命运要由台湾人民自己来决定。请问你拿什么实力来决定？尤其是绿营的朋友们，台湾现在唯一的筹码就是港口，就是中国的出海口。有没有发现这个黄色箭头出来直接就是深海？他一旦得到，他就拥有了出兵任何一个国家的实力。那既然有个这么大的利益摆在这里，大陆怎么可能放弃台湾呢？所以说台湾才无法变成新加坡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第一章呢，这个东西不是中国发明的，也不是美国发明的，就是到底是什么是最接近完美的公平、自由和民主？人民呢是什么呢？就是它分成两拨人，一拨人呢他对治理国家不感兴趣，第二拨人呢他是对这个治理国家，也就是说对政治感兴趣。那怎么来考证它呢？然后呢，他通过一个人民出题的考试，是一种考试。这个考题呢是人民出题的，不是说去考他的口号什么的，是考他是怎么做。比如说具体到每个行业的每个职位的每个问题去做，然后呢选出来这样一个团体，通过了之后就到第三个这个阶段。然后呢，从通过的这个里面呢，不是说用选票也什么的。就真正的民主，这是古希腊民法典的民主，就是有人类以来的文明里面的民主。然后用抽签的方式，就是抽签就是看谁运气好，当选呢，就比如说当选总统也好，领导人也好，就当选最高的那个职位。然后呢，这个当选以后呢，他做这个职位呢是没有期限的，请注意，这个是没有期限的。然后呢，那你说他如果做错了怎么办？他做错了，就是谁来监督他呢？就是由当初已经通过了考试的那帮人，就是抽签的那帮人，没有中签的那帮人去监督他。他如果做错了，马上就换，这是没有期限的，就是他的任职期也没有期限，换掉他也没有期限，不会说什么他只要错了就换他，换的是从哪里换呢？是通过了考试的那些人去换。这一整套流程它有个什么好处呢？就是首先当选那个人，对，他的期限是没有的，他没有后顾之忧，他只要做正确的事就行，他一旦错了他就会被换。第二个是什么？这个最前面这个人民，他既不需要去买告示牌，他也不需要有钱，他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他都有完全平等和公平的机会去对他感兴趣的事情做他的体制。这是一个写在两种文明，就现在人类文明的教科书里面的最接近完美的公平自由的一种制度。那很多人就会说了，就说那为什么没有国家做得到呢？什么的，说那你说这些东西又没有用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既然大家都知道了这个体制，为什么不去按这个体制执行呢？是这样子的，中国和美国，也就是所谓的现在最强势的两个，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里面，他们并不是没有做到这个，他们是只做了一部分，因为这个体系里面有个最明显的致命缺点是叫什么？叫人民的参与度感觉就体感上不高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没有选票。有没有发现他没有选票的过程，对吧？你就感觉老百姓就感觉好像手上没有握得什么权利一样，但实际上是全人民都在参与，而且你的机会是平等的，你也不需要去宣传，你也不存在什么政治现金，更不存在贪污了，因为他根本就不需要这个过程了，他只是考察一个人的真正的在某一个专业的治理能力。比如说他选能源部长，这个人对能源感兴趣，比如说对核能感兴趣，他就去参加这样的专项考试，然后一直到头，最后他运气好中签了，然后还有同样和他了解他这个领域的人去筛选他。这套系统是无限接近完美的，但是为什么没有国家执行呢？就是因为它有个致命缺点，就是给人民的感觉，说白了就是口号不够亮嘛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中美两国现在比较强势的两种文化，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，也就是这两种文明里面，他们只执行了一部分，并不是没有执行。他们只执行了一部分，是哪一部分呢？大陆有个方案叫什么“13-5计划”，什么5年计划那些大陆因为我确实不太了解，对，他进行了从第一步到第二步，然后他跳过了第3步、第4步，然后到最后一步。
不是说他有多好，也不是说他有多坏，这是他的问题。美国呢是跳过了第一步，啊，请注意，大家不要觉得就是所谓的民主选举，人人的票都是平等，这是一个谎言。你想，为什么是郭台铭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为什么是侯友宜出来了？啊，为什么是柯文哲出来了？啊，为什么是赖清德出来了？他如果不做广告，他如果没钱，或者是他如果没有什么所谓的政治资源什么的，他可以出来吗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要告诉你他是谁，他要告诉你他的理念。首先通过这样的方式，他就必须存在一定所谓的叫做作弊或者是腐败这个缺口。这个你不需要告诉别人你是谁，你也不用告诉别人你想怎么做，你就通过这个考试告诉你自己到底要怎么做就行了，怎么实现它就行了。美国就是把第一步没有了，变成了什么呢？变成团体人投票。说白了就是大家一起投票，然后再变成选举人制度，然后呢再通过第三个，然后他没有第二步和第一步，懂吧？这两个国家都在实行这一套所谓的可能是最完美的、最公平、最公开的一种制度，它都在实行。那台湾在干什么呢？台湾我有的时候经常讲，尤其是本岛特别严重是，我有时候经常讲是台湾学了西方的制度。东方的我相信也学了一点点，但是学的不多，主要学的是西方制度。台湾有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只学了别人的缺点，没有学别人的优点，你明白什么意思吗？这是最恐怖的一点。这套最完整的这个几乎接近完美的一套所谓的真正的公平、公开、自由和民主的方式，这套系统，别人两个人都在努力的往这个方向走。台湾是什么呢？台湾是看到了别人最好的一个结果，就是最后一步当选啊，然后获得财富最容易的方式就是权力。看到了别人这个吃糖的样子，从来不去了解下面是怎么来的，从来不了解这整个系统的步骤，然后呢就自认为自己是很接近完美的这个系统，就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循环。然后最恐怖的一点是，学的全是别人的缺点，就是今天我要做这张图的原因。因为这张图我实际上已经翻阅了很多资料，就可能是1-2年吧。然后，我再讲个最实际的例子。你看历史哥，我很喜欢你的，我看你好几年视频了。你看历史哥，你的频道为什么不红呢？为什么没有100万呢？为什么没有1000万呢？啊，没有人愿意听啊，对不对？这是台湾最无奈的地方，就是没有人去看外面世界的真相。因为你频道我感觉都是高智商人群，对吧？没有人听我这些人讲，真的很遗憾呐。你看台湾的这个政坛，所谓的就是治理国家这个能力啊、培养啊这方面，没有人去了解游戏规则，你发现没有？强行在玩这个游戏，没有人了解这个游戏规则。对，第2张图就是台湾最希望就是现在有一种声量，台湾能不能成为新加坡，或者是为什么不能像新加坡的模式，或者是像中国的新加坡，就是柯文哲那套理念嘛，对吧？现在有个很现实的理念，你跳出台湾这个本岛，尤其是本岛那个金门、马祖咱们不算。我的观念是，永远不可能成为新加坡。有个什么问题呢？我就讲2点。新加坡是那个面积非常小。请看我这张图，但是我说的是，就是你整体的体感，就这么大，就新北的一半加台北就这么大。第一，就是小，他可以把所有精华东西全部都集中在他自己国民的身上，发展啊，各种理念啊什么的，就是他非常好统一，懂什么意思吧？台北加新加坡差不多啦，差不多。对，台北是271平方公里，新加坡是728平方公里，所以大家可以去想一下那个大小。第2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。就是新加坡的历史和频道有很多，大家可以去翻看。我简单讲一句，是新加坡实际上是马来西亚不想要的地方，把它出去了，因为他怕新加坡取代了马来西亚。说白了就是怕华文文化给马来人给叫做什么替代了也好，或取代了也好。新加坡是马来西亚不想要的地方，所以说新加坡才独立了。新加坡是这么来的。中国这一辈子就只要这个地球上有中国大陆这块地图在这里，他永远不可能放弃台湾。
这个浅蓝色的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平台，是一个台阶。这个浅蓝色的在地理上叫浅海，深蓝色的叫深海。你们可以看看我画红色的箭头上面就可以看出来。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最严肃的问题？这个中国大陆最发达的这个海岸线，它是出不来的。有没有发现？它根本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出来。它就算出来，它也必然要不然就经过日本，对吧？要不然就经过台海，就是这个台湾海峡，要不然就经过菲律宾东南亚，它没有地方可以出来。这个上帝就给台湾人开了个玩笑，非常不好意思，有个地方可以出来，请看黄色的箭头。有没有发现黄色箭头也就是台东啦，也就是台东啦，花莲啦，对吧？有没有发现这个黄色箭头出来直接就是深海？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他不能放弃？就是他一旦得到台湾这艘不会沉没的航母之后，他就拥有了什么东西？他就拥有了出兵任何一个国家的实力。他的军力将超过他现在的军力的可能10倍都不止。这个利益摆在他的面前，他一辈子他永远不可能放弃。他不能放弃的话，台湾就不会是新加坡，台湾会变成什么？台湾也不会变成乌克兰，台湾只能是台湾的自己，只能自己救自己。我就是想把这个真相传出去，公认的，全世界公认的最发达的航运港口，高雄港啊，台北港，鹿港那边我们就暂时不算了啊，北港这些都算。花莲和这个台东地区呢，这2个不算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刚才讲了，它是个深海，出去就是深海。你看它那几个方向运行量比较少，它下去了还得上来，就相当于是，大陆讲叫回旋镖吧，你运也运不远，什么冷链啊这些运也运不远。这个台湾海峡的这个航线，并不是只有台湾和大陆需要。你看日本如果要去东南亚买东西，是不是也要经过这里？那东南亚要买日本的东西也要经过这里。那更不好意思的是，俄罗斯你要买东西也要经过这里，什么都要经过这里。那既然有个这么大的利益摆在这里，大陆怎么可能放弃台湾呢？所以说台湾才无法变成新加坡。这也是台湾唯一现在还在手上的筹码。什么筹码？就是地理位置。最真实的地理位置就是台湾的筹码。大家可以看看这张地图，与那国岛和中国大陆，我们就说莆田那个位置吧。你有发现，其实与那国岛还要稍微远一点点。打比方说，联合国部队，就全世界来帮助台湾啦啊！这个绿老科技讲的那句话，他来帮助台湾，也就这几种方式。看红色箭头就是他最终能帮助台湾的几种方式。那现在有个最严肃的问题是，他既然要帮助，手上就只有2种办法。第一种办法是把军火库先放在台湾，这个现在应该大家都知道，都在做了，对吧？对。第二种方式，如果你的军火库不够呢，那是不是要补给到这个与那国这个位置？就是我说的黄色箭头啊，这就是与那国岛的地图。第一是它很小，第二是好死不死，上帝也给我们开了个玩笑。这个就是绿老科技想象的朋友里面。他又给他一个像台湾一样的阿里山，发现没有？然后你看啊，他如果补给的话，先到黄色的这个港口补给，千万不要给我讲什么空运啥的，那些都是不现实的。然后你看陆运补给的话，他还要穿过沙岸不说，有没有发现他相当于穿越了半个岛？时间先不谈，他能运多少都是一个问题，这是实话。这个岛上现在还没有建铁路的啊，只建了个机场。红色圈啊，只建了个机场，然后建了2个小港口，下面那个港口还是个游乐园啊。先不说他帮不帮，就是即使他要帮，他都不是说具备多少实力的。下面这张图呢，就是绿老科技，就是绿老星球里面最梦想的一个图。你们不用去全网翻了，我给你们重新画了一下，然后就是临摹了一下，高清重制了一下，就是绿老宇宙的那些人。那些坏人，我是真的很讨厌他们啊！就你们坏人，你们可以抱着这张图片去睡觉了啊，对吧？我告诉你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他们想要的就是这个东西。我讲的没错吧？历史哥，你同不同意？这个东西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可能存在，为什么呢？第一点，
绿老科技的朋友们，你们得到了这个东西之后，能得到什么好处？请告诉我，能得到什么好处？什么好处都没有啊，朋友们，有没有发现真相啊？你得到了这张，我就有外交权了，我就有民族自尊了。那不好意思，联合国有一个东西叫常任理事国，他们有一票否决权。现在你光得罪了一个人还不要紧，你还把俄罗斯得罪。然后英国是一个墙头草，大家都知道的。你相当于是五个人投票，有3张票都是给你投反对的，你怎么得到这张图片？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，没有人讲。他们从来不宣导这个，他们只是宣导他们想要的就是这张图片，但是他不会告诉你，他如果今天他得到了这张图片，他能得到什么？他们什么也得不到啊！问题就来了，你得到这张图片，意思就是我们再也不把东西卖到中国大陆去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嘛？那你不卖的东西，我讲句非常不好听的实话，台湾没有石油，没有黄金。那能卖的是什么？这比如说我们说卖半导体也好，卖食品也好，卖渔农产业也好都行。那是不是需要冷链运输、低温运输？那低温运输是运不久的。你在美国超市很难找到台湾来的鱿鱼的，真的，我说实话。凤梨酥都有点难找，我说实话，真的。你能跟哪些国家打交道呢？得到这张图片之后，那无非就是日本嘛，无非就是中国嘛，无非就是韩国嘛。无非就是东南亚嘛，就这些打交道的最多嘛，对吧？但是问题是你能得到这张图片给你的那个外交权吗？你得不到啊！那联合国那五个老大在那里投票，中俄都得罪了，这就已经3张票了。你说五张投票的，那你说哪边会赢嘛？你讲嘛，讲实话嘛。他们从来不告诉台湾所有的老百姓，从来不告诉台湾百姓，得到了这张图片之后。能得到什么？什么也得不到。现在就是跳出本岛的这个思维，外面的世界来看，有没有发现这张图没有台湾，没有台湾任何的元素？世界就是这个现实。他们西方社会根本就没有把所谓的这个亚裔，就是跟他长得不一样或者种族血统不一样的人，根本就没有把这帮人当成人，懂了吧？他们只是把它当成一种工具。所以说，在他们的眼里，在这个牌桌上面，根本就没有台湾的位置。台湾的命运要由台湾人民自己来决定，这句话没有错。请问你拿什么实力来决定？你手上有什么筹码来决定呢？请问尤其是绿营的朋友们，请告诉我你有什么筹码来决定？台湾的筹码正在自己消失。台湾现在唯一的筹码就是这个地理位置，就是港口。就是中国的出海口，这就是唯一的筹码。现在这筹码正在慢慢消失。